蒸鸡蛋羹到底是用冷水还是用热水？不用再猜测了，今天教你正确做法，出锅比豆腐还滑嫩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如果你在家做的鸡蛋羹依然不是有蜂窝就是不成型，那么今天的方法你一定要看，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看就会。首先准备4个鸡蛋，接下来我会详细描述制作步骤。准备1包可食用小苏打，均匀的撒在鸡蛋的表面。小苏打具有出色的清洁和去污能力，能够有效的去除鸡蛋表面的污渍。现在我们再换水将其漂洗干净就好，这样清洗的鸡蛋放心吃，不怕会感染大肠杆菌。现在我们先把鸡蛋放在一边。蒸鸡蛋羹用冷水还是热水？这个问题呢一直争论不休，让不少人头疼。以往大家各自一词，蒸得面红耳赤也没个定论。今天直接实际操作，让真相一目了然。看完你就知道该怎么选啦。4个鸡蛋分别2个作为一组扣入碗中，跟着加入少许的食盐。很多人随意蒸蛋，效果总是差强人意。其实在蒸鸡蛋时加入少许的食盐，一来能给蛋羹入个底味，让味道更有层次；二来能使鸡蛋羹更快成型。就这么一个小举动，蒸出的蛋羹完全不一样哦。打蛋液千万别用打蛋器，用筷子呈 Z 字形轻轻划散就好啦。看到蛋清蛋黄完美融合就赶紧停手。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加水了，水是鸡蛋液的 1.5 倍。如果你不能精准掌握，你可以像我这样，用鸡蛋壳来作为容器往里加水，蛋壳选择大的那一边，这样加出来准没错。再继续将它们搅拌融合。盛鸡蛋的容器呢，有网友分享，可以先在碗底刷上少许的食用油，这样操作后期碗更容易清洗。蛋羹呢，它不糊碗底。追求完美的话，接下来呢，可以用滤网呢，将鸡蛋液的筋膜呢过滤出来。瞧瞧这蛋液里的白色絮状物，连我家挑剔的狗看见了都直嫌弃。要是不处理好，这蒸蛋就会杂乱不滑。这会儿要是表面呢浮出比较多的浮沫，可以用勺子呢将鸡蛋浮沫撇掉，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表面比较平整。那么现在大家需要记住，这一碗是冷水的。这会儿我们用耐高温保鲜膜先将其覆盖起来。整理好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另外2个鸡蛋，轻轻的在碗边磕开，将蛋液倒入碗中。接着取一小撮食用盐加入碗中，再用筷子沿着一个方向快速搅拌蛋液，直到蛋清蛋黄完全融合，呈现出均匀的状态。此时蛋液表面呢就会泛起细腻的泡沫。搅拌好蛋液后，我们开始烧热水。当水温达到75度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把水烧开，就用手摸着微微烫手的程度就好。然后呢，按照鸡蛋与水1:1.5的比例，把之前烧好的75度热水，用蛋壳作为容器呢加入碗中，再继续搅拌，让热水与蛋液充分接触融合。为了确保实验的可信度，接下来的步骤呢都是一样的。刷油、过滤、撇浮沫，再盖保鲜膜，我们一一完成就好。
现在记住，这碗呢是热水蛋羹。接下来我们用牙签呢往保鲜膜上边呢扎出几个小孔，使蒸汽能够排出。盖保鲜膜的作用主要是防止蒸制的过程中，锅中的水滴滴落到鸡蛋羹表面，影响其口感和外观，使鸡蛋羹质地更加的细腻均匀，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，有助于鸡蛋羹更好的蒸熟。好了，接下来2碗鸡蛋羹我们同时入锅。记住，蒸鸡蛋羹呢要开水入锅，这样能让鸡蛋羹迅速受热，均匀凝固，锁住水分。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质地细腻滑嫩，口感鲜美。同时注意用火，中火，中火，中火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要先把水烧开，然后呢转中火蒸8分钟，接着关火焖3分钟，这样蒸出来的蛋呢才完美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。我们将其取出来看看，这会儿你猜是冷水的好还是热水的好呢？我们来揭晓答案。我们先把目光聚集在这碗用冷水蒸的鸡蛋羹上，仔细瞧，它已经完全定型了。轻轻触碰，还能明显的感受到 Q 弹，弹性十足，说明鸡蛋羹已经成功凝固。然而它的卖相呢却不太理想，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褶皱，就像被揉皱的纸张一样，坑洼不平。这些褶皱让原本应该光滑的鸡蛋羹看起来有些粗糙，严重影响了整体的美观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看用热水蒸出来的这一碗鸡蛋羹，当揭开的瞬间，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。映入眼帘的是如同镜面一般光滑平整的表面，没有一丝褶皱和气孔，就像一块细腻的布丁，泛着柔和的光泽，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尝一口。这样完美的外观不仅让人食欲大增，更体现出热水上锅蒸制的优势。用小刀把它横着划几刀，再竖着划几刀，这样呢会更加的容易入味，而且在吃的时候会特别方便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小半勺的生抽，让它渗透进去，这样吃着更入味。之所以热水蒸出来的更为滑嫩，是因为热水蒸鸡蛋羹时，高温蒸汽使蛋液迅速凝固，蛋白质变性均匀，能更好的锁住水分，所以质地更为滑嫩。冷水派常犯的错误，蛋液里冷不丁的冲进冷水，蛋白质瞬间卷缩成团，蒸的时候受热不均，蜂窝就找上门了。就像冬天突然跳进冰水，人都会打哆嗦的，对吧？鸡蛋也是这样，温度冲击太大就会应激反应。现在你明白蒸鸡蛋羹该用什么水更好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